汽车空调中采用的这根同轴管，居然可以让空调系统能耗明显降低，制冷效果也明显提升。以雪铁龙 1.6T 的 C4L 为例，在其他条件不变，仅使用同轴管这项技术后，降温速度明显提升，30秒蒸发箱就可以达到最低的制冷温度点，最低出风温度也降低了 1.2 度，能效比 COP 提升 14%。在40度温度环境下，原地怠速的空调的能效比从 3.1 提升到了 3.4， 整车使用空调的百公里油耗降低 0.3升左右。你看看你的车的空调是不是这样的同轴管？那什么原理就能让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使空调能耗下降这么多呢？就是2次换热。来，跟着华哥一起去认识一下空调的同轴管。从结构上看，它的确非常简单，就是粗管内部套着一根细管，内部互不相通，中心管走低压气态冷媒，外管走中温高压液态冷媒，相向而行，各走各的。但在这短暂的相遇过程中，两者可以进行很好的热交换，而且为了热交换效率更高，采用了波纹等各种形式。先说对于低压管带来的好处，从蒸发箱出来，压缩机的低温气态冷媒经过这里会被高压管升温了，带来了2点好处：一是可以让冷媒更充分的气化，避免其中存在的液体对压缩机产生液积现象而伤害压缩机；二是提升了气态冷媒的过热度，而过热度充分、气化完全的冷媒可以使压缩机的压缩效率显著提升10%到15%，从而降低了压缩机的功耗。这点才是它提升空调系统效率的关键点。对于高压管而言，中温液态冷媒的温度得到进一步降低，这个2次交换一般可以达到500瓦左右的热交换。以车内需求5000瓦制冷量来计算，这一点可以减少制冷功率需求大约10%左右。具体的反应在同一制冷系统情况下，出风温度可以降低1到2度左右。这样的2次热交换，低压管出来的冷量没有被浪费，而是得以有效利用，还保证了低压管足够的过热度，保证压缩机不会有失压现象。进入压缩机的气态冷媒气化充分，又提升了压缩机的压缩效率，一举3得。不知大家发现没有，我们家用的空调高低压管会被保温材料包裹到一起，也起到了类似同轴管的2次换热作用。合资品牌中的北京奔驰 C、E 级、北京现代、起亚大部分车型早已采用了同轴管技术，国产品牌中也越来越多的车型在采用此项技术。关注华哥，通俗易懂讲原理，深入浅出，有理有据。